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扎。常常收到小伙伴的私信，问我日料应该怎么吃。如果你是刚刚开始接触，那么这期的视频可以对你有些帮助。我将呈现3家不同价位、不同风格的日料餐厅，价格分别是人均600元、880元以及1280元，都不算贵，入门级的价格。当然，如果这期视频到6万赞，我就做一期进阶版，给大家呈现最顶级的食材和体验。我们开始第一家义店，也就是寿司店。吃寿司前通常都会有几道酒肴，数量和出品根据时令和进货的情况以及套餐价格来调整。这家人均600元的餐厅，在这个价格范围以内做到了非常不错的程度。这道焦蝶鱼刺身包海胆和蝶鱼裙边，除了海胆用的略微普通，刺身和裙边都非常好。稻草熏过的初煎，在我当时吃的那个季节，算是比较应季的食材，切得也很厚，我吃的蛮爽。烟熏的风味，厚实的鱼肉，加上一点微酸，下酒真的没得说。明和卷，你们知道为什么叫明和卷吗？里面放的沙丁鱼，沙丁鱼我超喜欢吃，可惜了，我刚刚应该提前跟师傅说一下，拿来做寿司。鱼肉的油脂与蔬菜的清香，嚼在嘴里非常 match。师傅听见我们说刚刚的海胆普通，就换了一盒来做这道和牛海胆塔塔二吃，非常好，特别好，融合菜。我也先吃鲑鱼子吧。这和牛熏过一下还是烤过一下是吧？挺香的和牛。海胆你是不是换了一个海胆？换了，好像好吃一点的海胆，比前面的要鲜甜一点，感觉香一点。我现在目前吃下来，他们家的味道就跟邵师傅人一样，很清淡，清心寡欲。连这道都是淡淡的吃起来，但是香是蛮香的。相对酒肴，义店的寿司才是更值得期待的环节。我要吃一下春子。这是粗水春子。这鱼肉很鲜嫩啊。好吃的这款，放点葱泥在里面。哎，这今天春子好肥感觉。对，肥肥的，然后口感也蛮鲜嫩的，很香。地鸡木，鸡木雕里面最好了。其实这个地鸡木吃起来跟春子感觉有点像，你没觉得？也是嫩嫩的，但是油脂又还可以。酱油渍的金枪鱼刺身。这个肉上面是不是放了点柠檬碎还是什么？挺清新的，吃起来。蛇腹，筋膜全部去掉。每家店风格不一样，说不定是这样的。哎，这个是不是我心理作用？怎么这个大腹不是这个蛇腹把筋去掉之后，吃起来就没那么肥了？心理作用，心理作用。一般这个蛇腹吃下去，哇，那个油油的。好像视觉引起的心理作用。那天小鸡我吃了2罐，1和2的造型也不一样。你们喜欢哪一罐？扣在弹幕上。我最喜欢吃的寿司，后面还是有一点点酸酸的。我第一次看翅背上撒盐之花，哎，我也第一次。你也第一次这样，吃一口看看，也有点柠檬的。确实肥，这真是我吃过最肥的翅背。我觉得甜度还弱一点，脆度还蛮好。小猪夹我也蛮喜欢吃的，但是米饭怎么散掉了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我非常喜欢用葱泥调味的鱼，这罐小猪夹也不例外。太刀鱼就是日本的带鱼，烤了一下反卷，好有嚼劲。那焦香味还可以，烟熏的焦香味。最后一罐收尾的新鳗，其实我蛮喜欢这位师傅捏的寿司，造型和出品都挺好。吃到后面来一罐这种热乎的寿司也蛮舒服的。收尾。这顿晚餐最让我意外的是，水果居然上的是静冈蜜瓜。这蜜瓜其实挺贵的，一般很贵价的店才用。爆汁水酥，里面还真的甜，而且不齁的甜，水分是真的足。直接放蜜瓜好，草莓都不用放。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。第一家结束，第2天晚上8点，我记得这顿饭在这花了980元。当然，在这里你可以吃得更贵，也可以吃得更有性价比，因为他们主打的是单点，你想吃啥就点啥，食材也用的都还不错。丰俭由人，我挑一些有印象的跟你们说。带膏的萤火鱿鱼，如果有一定要点，非常好吃。
Oh my god， 这个口感和香气太爆炸，糯糯甜甜，香香绵绵，鲜滑饱满，所见即所得，太好吃了。挺肥的这鱿鱼，就吃膏，比较糯，对，很糯。这种。这个刺身拼盘里有鱼有贝，你们喜欢吃什么？这个贝很好吃的，我很喜欢吃。脆嫩脆嫩的感觉，我想没人不喜欢吧。微微的炙烤，让这块10元贝毫无腥气，只有鲜甜。舟山的猴黑，还可以，放点海胆在里面，还口感挺丰富的，是。基本搭吧，日本都这样做。挺搭的，好吃的这猴黑。这是醋冻萝卜泥版小长颈生蚝，这是我特别追加的海胆鲑鱼籽做码子的生蚝。大家可以直接把我们熟悉的那3个字母打在弹幕上。搞一口，好吃，点个吃。比只是放醋冻好吃太多了，香、甜、酸都好，它那个好很多。龟子腥不腥的？不腥的，它龟子就是酸味，就是咸味跟酸味，就是调味吃，不来这个味道。蛮好吃的，很爽。我很喜欢这样吃。那天我还吃了一些寿司，也都挺好的，酒足饭饱回家睡觉。第3天晚上8点，开在西湖边小洋楼里的鸽烹料理，人均1280元。整体装修和器皿跟之前2家还是有比较明显的区别，当然服务也是最好的。如果是请客或者约会，非常合适。至于什么叫鸽烹料理，大致就是菜品比较多，寿司比较少，坐在师傅面前一道一道吃。我个人觉得没有怀石料理那么复杂，但也有些相似。至于吃起来怎么样，除了食材本身，料理长的手艺和理念至关重要。这家餐厅比较特别的是刺身环节，生鱼片是一道一道上，但1000出头的价位其实也并不算高，所以食材也是比较常规，不会特别顶级。不过今天北极贝给的很爽，师傅现杀了2个微微炙烤，吃起来很是过瘾。北极贝我最爱的，先蘸个酱油吃，等会儿蘸盐。新鲜的北极贝就是甜，好吃。这个蘸个盐，蘸盐更甜，因为酱油本身有点甜，那个蘸盐之后就只能吃到北极贝的甜味，好吃。可能是主厨看我长得比较帅，破例给我做了一份刺身拼盘。而这份拼盘里最值得一吃的，就是这份珍贵的葡萄虾刺身。这个葡萄虾上面放了点鱼子酱，葡萄虾其实不太容易见得到的。很软糯，很好吃。我们10只的话是2080， 10只2080，对，一只就2006，一只就是208。今天吃这个就是比较值的。可食用杉木金鸡鱼配了一个日本柚子味增，然后可食用杉木呢，它有点火的话，可能激发出杉木的香味。这上面是黄瓜末，是柚子味增里面放的有点黄瓜泥。我这个就一口吧。这金鱼好香啊，我好像是吃到一点炭烤的那种味道在里面。这黄瓜泥不错，加入了烧肉的鲍鱼，大家常见的烤和牛，以及盖着蛋衣的和牛寿喜烧都挺不错。一口。那个日式烧。最后还吃了些寿司和腐饭，可以说是吃得非常满足了。好了，那么这期视频就到这里咯。3家日料，3种风格，你们喜欢哪一家呢？别忘了点赞收藏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